谈起中美对抗，美国的态度似乎已经十分明确。从他们一系列的敌对举动中可以发现，美国打心底里认为同中国只剩下对抗一种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美对抗确实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大国崛起的历史必然。但是美国这种只承认对抗不承认合作的做法，未免过于偏激。日前，美国方面再次爆出惊人言论，称中国已经抢先一步，美国需要规模更大的海军。美国议员汤姆·科顿的这番话一出，立马引发国际舆论反响。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海军的发展确实引人注目。从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以山东舰、075两栖攻击舰、055大驱为代表的海军大型舰艇相继涌现。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就跃升为世界第2海军，可以说这样的成就是十分喜人的。这一点也被美国看在眼里，其认为中国在造船方面已经明显超美抢先一步。不过令人气愤的是，中国的这种喜人成就，在美国眼里就变成了所谓的威胁。他们借着中国海军发展，大谈中国威胁论，称美国必须随时准备好面对这种威胁。这样的言论无疑是荒谬至极。不同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国大力发展海军是出于本国国防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等敌对势力的疯狂围堵下，大力发展海军就更显得必要。但是美军还是表示，美国需要一种紧迫感，必须大力造船发展海军，以打败中国。显然，美军这是要同中国针锋相对，挑起战端。让人奇怪的是，拜登此时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在美国议员提出这样的呼吁时，拜登却准备做另外一件事，避免同中国开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消息称，拜登有意同中国建立一条紧急热线。所谓的紧急，指的是在冲突、战争等对抗态势危险的情况下，也就是说，美国试图通过这种快速沟通来减少同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这似乎同美国一贯的引战行为相背离。那么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才让拜登有意进行这样的改变呢？很多分析已经证明，如果美国执意同中国开战，其后果或将是美国承受不了的。即使美国侥幸能够赢得战争，最终其仍然会因为同中国开战损失过大而沦为世界2流国家。可以说，无论打赢还是打不赢，美国的损失都将是其无法承受的。或许正是认清了这一点现实，拜登才冒出避战的念头吧。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对中国步步紧逼。他们很清楚，只有在涉及中国最核心利益的主权问题上做文章，才能够最大程度地搅浑中国局势，阻碍中国崛起进程。但美军同时也最应该清楚的是，这样的军事冒险也必定招致中国的雷霆反应。据报道介绍称，日前美国空军一架军用 C-146轻型运输机降落对岸，显然美军的这一行为是严重挑衅我国主权的行为。另外，更为危险的是，美国类似的军机降落对岸行为在近年来尤为频繁。不久之前，降落对岸的是 C-130军用运输机。从这样的动作来看，美军似乎加大了在台海的布局。那么，这也让国内担心，面对美军这样频繁的挑衅举动，中方难道无动于衷吗？绝对不会。我们知道，美国在下一盘大棋，同时中国也在下一盘大棋。在对外舆论上，中国第一时间亮明了态度。我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就重磅发声，严令正告美军切勿玩火，并立即停止这样的挑衅行为。与此同时，解放军也会保持高度戒备，一旦美军敢突破那一步，必将遭到解放军的严厉打击。与此同时，国台办朱凤莲也随即发声，坚决反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上的任何形式的军事勾结。可以说，中国两大部门接连发声，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中国的态度。不过，有人看到这里又会失望地表示，中国除了会口头警告拿不出实际行动，并表示应该立马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给美国一点颜色看看，这样才能让美国有所忌惮，不敢再来。国人这样的心情，国家也理解，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祖国必然统一是不可逆的历史趋势。不过，需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打下来容易，但后续问题才是最难的。这事关到中国能否实现真正的崛起，因此绝对不能操之过急。而中国正在做这样的准备，在美国军机降落对岸之后，美国人自己先慌了。美媒表示，解放军可从不同方向袭来，也即如今解放军正在准备多管齐下的两栖作战，也就是说，一旦开始统一，解放军将能够沿着多条轴线进攻。这样做的目的也很明了，就是尽可能让对岸无法进行有效的防御。一旦美军选择军事介入，其下场必定也十分惨烈。从这一举动来看，我军已经在逐渐加紧准备工作了。所以还是那句话，相信国家的战略智慧，那一天会来的。
近日，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发布了好几次消息，单看一个的话，或许也有一点令人讶异的感觉，但是都放在一起来看，多条信息早已让美军动作露出端倪。首先是最新消息，之前擅闯我国西沙领海的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距离西沙大约34.7海里被卫星探测到。当然，这里应该用疑似2个字，毕竟难以辨别清楚这究竟是不是。不过此前，本福德号刚刚擅闯我国西沙海域，结果美国不仅不道歉，还顺势挑起了一场南海风云，把已经过去5年的南海仲裁案拿出来说。就不说美国后面干的这些事儿了，单是本福德号的动作就能推测，这次被捕捉到的影子是本福德的可能性至少是90%。其次就是美军海洋监视船在西沙群岛周边紧锣密鼓的织网。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最新报告表示，在过去半年181天的时间里，美军海洋监视船在南海活动了161天，并且每天都至少有1艘船在作业。作为能够探测海洋资料，也能够探测海底潜艇的舰船，这般频繁的工作为的又是什么？说没有什么安排才是最不可置信的。再则就是美军2艘滨海战斗舰齐聚南海，并且美国第7舰队的司令还透露，会在下半年的时间里继续在南海部署2艘滨海战斗舰。如此一来，南海将会有4艘滨海战斗舰。作为拥有独特作用的军舰，这番部署威胁感非常重，毕竟南海和台海距离实在不远，地理位置也是相当重要的。另外，新华网消息，西太平洋出现了美国航母空窗期，或许在准备憋大招对付中国。其实一直以来，美国航母就喜欢时不时到中国南海进行部署，或者进行军事演练，很难得会在西太平洋看不到美国航母的影子。所以对于这件事，不少知名的军事观察员、专家等都对这件事表示不可思议，认为美国必然有所图谋。而且，其实综合这几条消息来看，织网、憋大招、不撤离以及突然出现的空窗期等等，也更加明确的让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动作。如果再加上之前说的美国在对擅闯西沙群岛不仅不道歉，还意图指责中国的行为来说，美国这已经是在意图在南海和中国来一场对抗了。目前咱们也不能断定美国就一定会怎么样。不过鉴于美国多年来都不咋样的行为和作风，该防的一定要防。不过最近有消息表示，解放军的情报船出现在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等诸多国家军演现场的附近海域。就此来说，解放军或许早有准备，一场暗中的战争或许早已悄悄展开。在7月16号早晨，我国海事局对外发布航行警告，在当天12点到21号晚6点，对相关海域实施禁航令，在规定时段内，无关人员禁止入内。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国际形势快速恶化，西方势力对华恶意升级，解放军在我国周边海域演习、划定禁航区的事情已经时常发生。然而，这一次的航行警告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最大的关注点就在警告词上。在官方发布的警告中，仅使用了10个字：东海实际使用武器训练。一方面，我国官方一贯风格的公告都是字少事儿多；另一方面，以往都是使用实弹演习，而这一次却说用的是实际使用武器训练，这种说法在当前背景下就显得十分显眼了。有观察人士指出，以往使用实弹演习通常是指己方部队会分成2方进行相互对抗，磨练实战能力，而如今使用的实用武器训练，则是在相关划定海域对海打击，而不设定具体敌对目标。也就是说，这种演习使用的不是通常简装要领的训练弹，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弹，只要是闯入该区域的，能够随时击落。在这以往是不会发生的，这种说法信息量可以说极大。一者，使用武器训练这种说法也意味着全员战备状态进行，也就是说随时可以进行登陆作战，且不需要额外准备。再者，这直接表现出了我军已经进入到战备状态，随时可以直接对台动手。这种警告可以说相当明显。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国际形势紧张，已经到了中国无法逃避的阶段。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复兴和统一，前后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实际上对中国周边造成威胁。而在台海问题上，美军在6月6号出动大型军机 C-17 公开入侵台湾省领空，降落在台北机场。而在7月15号，美军更是出动特种军机 C-146 再次抵达台北机场，疑似投送特种作战部队。接连2次公然践踏我国台海问题底线，已经是在公开向国际社会宣传美国还没有到衰落的时候，在世界第2的脸上挑衅，本质上就是拜登想要通过这种挑衅而不受反击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美国形象。而这种后果其实也就如同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说的，向岛内传播错误信号，刺激岛内分裂势力抬头。